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吉林。上期说到，不死超人江山能独占吸血鬼伯爵和一众怪人，用近乎无限的再生能力活活耗死了他们，接着往更深处前进。另一边，原子武士的3位弟子也遭遇了努 S 和他控制的杂鱼兵。就在几人难以抗衡的时候，甜心假面及时出现，逆转了战局。结束了战斗不久后，倒霉的3人组又碰上了鬼级怪人魔长发，而与此同时，性感囚犯一边也撞上了龙级干部。那么接下来故事将如何发展呢？废话不多说，进入我们的解说时刻。这个怪物还没死。战斗的分配上，我们明明是按照指示才盯上这个英雄的呀，难道说大肿眼大人分析错了吗？莫非他不是人类？电击、超声波、冷冻、火烧、麻醉气体、毒液、寄生卵，居然承受出了这样的攻击，他的身体到底是什么构造啊？一众杂鱼已经开始打退堂鼓了，毕竟已经无计可施了。等一下，杂鱼们，临阵脱逃的话，大肿眼和大蛇是不会饶了你们的。关你什么事儿？既然你这么说，那你就去和那个怪物战斗吧。就是，好啊，就这么办。不过你们的能力就归我了。只见他象鼻子一吸，一众怪人全都被吸了进去，随着一阵抽搐，变成了奇形怪状的模样。怪人吞掉了怪人，对同伴没有爱的混蛋。哈哈哈，吃得好饱啊！吸收狂蟒新长出来的数根鼻子闪着电光，一股能量炮喷涌而出，完美的被他躲开了。哦，不对，裤子被蹭到了，露出了性感的桃心内裤。我所吸收的特殊能力，在被消化排泄出去前，可以任我操控。只要有足够的时间，我可以轻松将你们这些英雄全部抹除，因为没有杀不死的人类。总算保住了毛衣。拥有不死之身的男子，英雄之中就有一个。你这种水平根本就不可能打倒他们，就连同为 S 级的我都对他们望尘莫及。相较之下，我就是个普通人。喂，怪人，说大话之前，先想办法解决眼前这个普通的成年男性吧。居然还能站起来，你这样哪里是普通人，分明就是怪物。不过你的身体已经开始发出悲鸣了，看看你那颤抖的身躯吧。什么意思？你承受了太多电击和毒素，这就是理所当然的结果，到最后还不是在硬撑而已。哈哈哈！面对敌人的嘲讽，性感囚犯没有说话，只是用手指轻轻地点在了一旁的墙壁上。这夸张的一幕把吸收狂魔都看傻了。你做了什么？为什么会有那样的威力？看来因为爱诞生了新的形态。震动天使降临，一对洁白的翅膀从他背后展开，暗黑天使冲击，一拳秒杀。连怪人都觉得这个混蛋是怪物啊！不远处传来的声音，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。毕竟我们曾经多少次被迫体验过啊，好几次想偷袭他都失败了。但是今天我们会杀了你，做好觉悟吧，老大。哦不，我们的天敌 S 级英雄性感囚犯。性感囚犯一眼就认出来了，这些便是被抓走的囚犯们。该死的怪人协会，居然对柔弱的男子们做出这种残忍之事！你们等着，我这就来救你们！你说谁柔弱呢？每说一句话都让人气不打一处来的混蛋，干掉他！性感囚犯被围困在中央，也不敢还手。听着越来越暴躁的囚犯们，竟然吼着要扒了他的皮，挖了他的心。变成怪人后，连内心都变得狂暴了吗？不，我们本来就很讨厌你，怎么会呢？我们同吃同睡，挥洒汗水，我们曾是那么相爱。回想起来吧，那些闪闪发光的日子。你这不说还好，一说起来我就更暴躁了。你这家伙怎么听不懂人话呢？我们一直都对你恨之入骨，真可怜，我一定会救你们的，相信我。啊，都说了不是了，我们根本就没有向你求救啊！一众囚犯也是没辙了，这说也说不通，打也打不动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声音传来，让我来告诉你吧，只要变成了怪人，就再也无法恢复人类之身了。喵，好困啊！喵喵，灾害等级龙，秒罚。男朋友亲手给我织的毛衣被……好了，
之后就交给你们了。真厉害呀，这就是干部的实力吗？可谁知性感囚犯并没有倒下。你说我亲爱的男朋友们无法变回人类了，是吗？你错了，只要内心是人类，他们就还是人类，我不会放弃的。有爱就不存在，不可能。可恶，说的好像很伟大的样子，但他完全没有搞清楚状况啊。算了，他不反击更方便，我们杀了他。这触感好像和刚才不太一样。性感囚犯的毛衣被彻底撕碎了，那是什么？肉体难道进化了？只见性感囚犯身上长出了浓密的体毛，人类都是这样的吗？真可怕！这一身的旺盛体毛令性感囚犯自己都感到了意外。难道我长出了天使之翼？那怎么看都只是体毛吧？那就将它命名为天使刚毛盔甲。既然拥有了防御力，那么就先将那只猫解决掉。看着向自己冲来的性感囚犯，喵喵莫名有一种厌恶感，就像那个强行对自己表达爱意的曾经的饲主。算了，把它交给其他干部吧。说完话，他一头钻进了墙上的缝隙里。钻进了那么窄的缝隙里，无论什么缝隙，只要有3毫米的宽度，我都能穿过去。这里到处都是裂缝，随便我怎么钻。我要去找别的英雄了，拜拜。喂，囚犯，要把你消灭的是我们。话还没说完，性感囚犯一声惊呼打断了他们。我想到了，这身刚毛盔甲的防御，再用刚刚学会的震动提高破坏力，加上小时候在游泳课上的经验，在岩盘中潜水，天使自由泳。性感囚犯一头撞进了裂缝里。刚想到的新招似乎还挺有用的。我已经决定要随性而活了，你去和那些囚犯们打吧。一人一喵开始了墙壁里的追逐战，可谁料喵喵竟然又回到了刚才的地方。紧随其后的性感囚犯破墙而出，下方的囚犯们就没那么幸运了，一瞬间都被砸成了肉饼。性感囚犯悲痛万分，跪在地上痛哭了起来。没一会儿的功夫，他褪掉了身上的体毛，神色也严肃了起来。我会把新技能当做你们送给我的礼物，我不会让你们白白牺牲的。一旁死不瞑目的囚犯似乎还有没吐槽完的话。接下来那只猫叔去找其他英雄了，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，无论遇到谁他都会后悔的，还不如和我交手呢。另一边，曾对付过饿狼的虫神正在和超合金黑光对战。怎么了？为什么变硬之后就不动了？放弃战斗了吗？超合金黑光，怪人虫神。刚碰面的时候，你说自己是象征着昆虫的无敌怪人，而我所追求的究极状态正是昆虫的强大。一想到有怪人捷足先登了，我就非常气馁。但是我刚才用身体感受了一下，你竟然弱到超出了我的想象。明明是昆虫怪人，身体却没有泛黑光，真是太令人失望了，这股气势震惊住了虫神，这副肉体充其量只是肌肉肥大后而已，至少性能远在你之上。我再告诉你一件事儿吧，英雄协会有3位英雄是绝对不能惹怒的。地表最强生物 King 先生，如果惹怒了他，帝王引擎就会轰鸣，所有邪恶都会瞬间被送往那个世界。拥有超强能力的超能者小龙卷，如果惹怒了他，你就休想保留原形，直到最后灰飞烟灭。还有一位，那就是我，总是闪耀着黑色光芒的超合金黑光，如果惹怒了我，这身肌肉就会擅自出手。这明显没把他放在眼里的姿态让虫神怒不可遏。那我也告诉你，惹怒的我会怎么样吧。你们到处追杀却始终解决不掉的英雄猎人饿狼，连他的拳头都对我完全无效。我的强大与你们这些哺乳动物是完全不同次元的，真是鲁莽啊！随着他话音一落，虫神的身体开始了变化，就像是瓢虫一样张开了甲壳，长出了6只手臂和1对翅膀，面目也变得更恐怖了。但超合金黑光丝毫不惧，给我变成碎片吧！一瞬间，无数的拳头落在黑光身上，而黑光只是还了1拳。我说过了，你太鲁莽了，因为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在这副肉体上留下疤痕。好强的震动，是谁在和干部对战吗？我也要和至少干部以上的大人物战斗啊，不然肌肉一点干劲都没有。
刚才的震动正是龙级干部波奇发出来的。这一次他的对手可不仅仅是恶狼级别的了。吃什么长这么大的？这样的狗放养的话很危险吧？他的对手正是奇遇，也不知道你的饲主在不在这个设施里。不能因为别人和你对视就叫就咬就喷火啊！太缺乏教养了。给我坐下。刚刚的莫非是太可怕了，一拳就把波奇给……他还没发现我，趁现在打他个措手不及。只见喵喵从头顶的缝隙悄悄落了下来，一对利爪狠狠地抓在奇遇的脑袋上，但似乎没什么作用。我的爪子居然……狗之后又是猫吗？这股奇怪的感觉让他感到不妙，似乎下一刻就会被眼前的兔子干掉。没有丝毫犹豫，他赶紧躲进了缝隙里，没必要为了怪人协会而拼了性命。这样恐怖的家伙还是交给其他怪人吧。动静不小啊，在上层横冲直撞的波奇好像安静下来了。难道很担心吗？那可能是怪人干部被干掉的声音哦。喂，你就是老大吗？哎呀呀，你能主动来找我，我很开心。欢迎来到我的基地，就只有你让我觉得有必要亲自出马。站立的龙卷，我的名字是大囧眼，怪人协会的参谋，将来会成为以怪人为中心的新世界的创造者。那又怎样？你就是老大对吧？哼哼，去死吧！四周的墙壁应声而破，围拢了过来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球。龙卷已经被他关在了里面，那么接下来就要将它压成肉泥。随着持球越来越小，一道耀眼的光从缝隙处溢出，下一刻，就这点能耐吗？这中了他的招，龙卷毫发无损，但自己的屏障却能被他轻松击破，这样下去可不妙。好吧，既然这样，我也不藏着了，就用我真正的姿态战斗吧。话音一落，大众眼体型开始膨胀，无数的眼睛从体表冒了出来。你还是第一次遇到高级的超能力者吧，龙卷，好好享受吧。重力超级浪，他双手一挥，一股巨大的力量瞬间将龙卷压到了地面，重力300倍，给我变成被压扁的柿饼吧。不愧是高阶的，感觉还不错。能再帮我压压右肩吗？最近换了个枕头，肩膀有些僵硬呢。这样的嘲讽谁受得了？大众眼睛都给气炸了，重力直接拉满，龙卷也不想浪费时间了。两人的实力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，大众眼也是亲身体会了才知道，龙卷完全超乎了他的预期。他的妹妹吹雪和他根本没得比。我知道你很强了，我已经没救了，不过也没必要采取这么残忍的杀人手段吧？你还真是冷酷呢，站立的龙卷。但他的小心思早就被龙卷看破了，不过是个感觉不到痛苦、一堆肉捏成的人偶罢了。少在这给我胡说八道，看来我得把你的本体拽出来。大囧眼算是彻底后悔了，连这都被龙卷看出来了。果然，现阶段挑战他还是太早了。那么就只剩一个方法了。大蛇陛下！大蛇？说起来好像是有谁提过这个家伙。哈哈，负责指挥的确实是我，但我们的老大是怪人王大蛇陛下，他的实力高深莫测，是真正的怪物，连创造他的我都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强。哈哈，你完蛋了，龙卷！可自己在这瞎逼逼半天，似乎一点动静也没发生，什么都没有来啊！大众眼这下懵了，明明自己已经给他洗过脑了，只有他的命令，大蛇是绝对不会违抗的。是不是他没工夫来救你啊？可能他正在和别的英雄对峙呢，毕竟其他家伙好像也挺强的，只是不如我就是了。大众眼急得满头大汗，还有比我的危机更需要优先警戒的强敌吗？别啊，我这儿的可是龙卷啊！龙卷，我们心平气和的聊聊好吗？正如龙卷所说，怪人王大蛇此刻的确没有功夫来救大众眼，因为他的对手比起龙卷来说，可能还要更恐怖一些。那么到这里，怪邪篇4就结束了，下期将会是奇遇和怪人王大蛇的对决。喜欢本期视频的，别忘了关注和订阅哦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麒麟，我们下期再见。